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古玩。就在去年的此时，雅马哈发布了其新款电鼓 DTX6 系列，全新的设计加上新的功能和新的音色，让所有电鼓玩家重新的认识了雅马哈对电鼓的理解。我曾经用了2期视频介绍了 DTX6 的硬件和音源功能。在视频中，我还特别提到 DTX6 的说明书中透露了一款传统鼓腔3点触发的疑似网面电鼓。雅马哈要做网面了，这可是大新闻呀！就在上个月，雅马哈又低调发布了全新的 DTX8 和 DTX10 电鼓，这下高中低全部得到了换代，而且全新的 DTX8 和10不仅有雅马哈特有的 TCS 表面，而且还多了网面的选择。发布的第一天，我的朋友圈一时炸了，直到现在，我的视频评论和私信也不断有朋友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做一期，可见其关注度之高。所以为了满足大家云试用，必须果断安排。之后正片开始。这时的一切都可以迂回，除了我爱你。任风把我吹灭，你是光源。小鸟在并非里在讨好，言不由衷。笑，眼看春变作春时，而怎来把合谋成套？冠体面玲珑乖巧，词不达意无关紧要，总被人抓住喉咙，要写服从一相遇的面孔，都怪我甘愿懦弱，藏起自我，什么都不做，不说不说，保持沉默。这世界一切都可以迂回，除了我爱你。把所有天真直白都击碎，除了我爱你。热情会冷却，愤又会败退，除了我爱你。任风把我吹灭，你是光源。
国庆长假后的第3天，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，我就知道是个好日子。果真 DTX10 到了，一共4箱包装，每件包装都有详细的内涵部件信息，直观清晰，这点非常友好。我首先拆开的是支架包装，之前看过官方图片，有些了解，但拆开后更确定了 DTX10 用的就是传统鼓上的 Hex Rack。这款支架我就不多做介绍了，不仅是我目前正在使用的设备，而且之前也做过详细的视频。第2箱要打开的是茶组 ，DTX10 配置了17寸的3触发 Ride、15、13寸的3触发 Crash 和 DTX6 同款的仿真单片式踩镲。除此以外，还有原装的军鼓支架和踩镲支架，型号分别是 SS662 和 HS740A。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种单片支腿的设计，简洁，空间也更自由。而且 SS662 是市面上极少见的12寸军鼓架，可以支撑很小尺寸的设备。总的来说，在电鼓领域，这样原配的硬件已经是足够实用，而且是数1数2的了。之后要打开的第3箱有点特别 ，DTX8 和10都有2款颜色供选择，分别是原木色和黑色。我想大多数朋友应该和我一样选择原木色吧。DTX8 和10还有2款鼓面供选择，分别是专利的 TCS 表面和 Raymond 合作的双层网面。对的，你没看错 ，Raymond。那么老实说 ，TCS 和网面是个困难的选择题，但我几乎没有任何考虑就选择了 TCS， 因为我认为既然选择了雅马哈旗舰，那就不如用更代表雅马哈的鼓面吧。其次是经过1年多的使用，我还挺习惯 DTX6 的打击手感的，加上 TCS 理论上均匀性表现会更好，但成本也会更高。结果等着价格出来之后 ，TCS 果然比网面贵了好几千，好吧。最后一箱是 DTX Pro X 的音源，我就不拍了。当支架装好后，我并没有急切地把鼓组装上，我想先解答一个自己给出的第一个疑问：这款 DTX10 的支架能否用在传统鼓上？毕竟经过对比，这款支架和传统鼓的 Hex Rack 在宽度和高度上都有20%左右的区别。好在答案是肯定的，我把自己的 Maple Custom 完美的用在这款支架上，甚至说是量身定制的也不为过。20寸的底鼓刚刚好，14寸的悬挂通鼓也架上了。总之各种舒适，所以如果未来雅马哈有单卖这款支架，或者多年以后有二手支架卖的话，很值得考虑的。但是22寸的底鼓有可能会比较紧张。之后进入正题 ，DTX10 整体相当有质感，怎么说呢？就是属于那种看上去就挺贵的产品，做工一流，设计、位置摆放方面也十分到位。和上一代旗舰 DTX950 比起来，不仅使用了第2代 Hex Rack 支架，而且这款支架可以轻松的降得很低，这是我用过的最老少皆宜的高端电鼓了。鼓组部分为12寸军鼓、10、10、12通鼓和一款12寸的网面底鼓。鼓组都是雅马哈萧山工厂制作，和 RC、AHM 同一生产线。这让我突然想到之前做的那期 RC 的视频，果然好像是一个色号吧。组混合鼓组的话，毫无违和感。鼓腔官方说是华木，但我怎么看上去像是一种更高级的木材呢？其他硬件和传统的雅马哈鼓组基本一致，比如子弹鼓耳、好用的万向球、位置调节等等。之后老规矩，拆。可惜 TCS 版的军鼓通鼓的内部结构是看不清楚的，只能作罢。特别需要提到的是 ，TCS 鼓面是无法调整松紧的，所以有了这个小装饰来限制位置，还挺好看。官方图片中网面版本竟然是熟悉的3点布局，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，再给大家试试。无论选择 TCS 版本还是网面版本，它们的底鼓均为12寸的网面，底鼓的外部还有一个仿真的开孔，看上去很有气场。包装内还提供了额外的2片鼓面保护贴，挺仔细的。但是这款底鼓的噪音控制并没有我预想的那么好，和自家橡胶面的底鼓比起来也没有什么优势。但由于 TCS 鼓面和单片踩镲的噪音控制都表现不错，所以总体的演奏噪音依然在中等偏上的表现范围。
之后带来 TCS 版鼓面的均匀性力度测试，更大尺寸的 TCS 鼓面配合全新的 DTX Pro X 音源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回馈。我们边听边聊。首先，整个鼓面四周和中心点力度回馈均匀。不过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凭借大尺寸和最多10层的采样，雅马哈用算法和 TCS 物理优势模拟出了位置侦测的感觉。比如我们现在听这一组通鼓，它们的表现都很明显。军鼓是官方提到有位置侦测的，但比较挑音色，在延音比较长的军鼓音色中会更明显。顺便提一句，这个抽奖音色不是每一款电鼓能做到这么激动人心的。镲片的尺寸增大了，灵敏度、均匀性的表现并没有减弱。这次17寸的钉钉镲也有了位置侦测，更大的镲面带来了实用性。虽然我觉得反馈比较随机，但依靠多层采样表现的也可圈可点。有得必有失，这次雅马哈也要靠按一个按键来实现 cross stick 了。
DTX10 配置了全新的 DTX Pro X 的音源，时长关系我将在下一期着重介绍。不过它的伴奏和 DTX6 完全相同，音色组更多了一点，但依然可以参考之前拍摄的2期 DTX6 的音色试听视频。下期将更多的带大家了解 Pro X 在功能上的升级。总的来说，这款 DTX10在硬件上最大的改变就是用上了第2代传统鼓的支架和基于传统鼓腔的触发，它的规格配置都和高端的雅马哈传统鼓看齐。目前可以查到的网络价格为3万出头，网面版本则在28000元左右。个人觉得定价还是挺实诚的，特别对比原先雅马哈旗舰产品来说，不知道大家怎么看？好了，那么本期的视频就说到这里，希望给你带来有价值和有帮助的信息。我是 Pipa， 我们下一期再见。